我跟大勋吵起来是不会有事的。对，旁边有个女的。如果你在我旁边，你说，哎，大勋，你对你的别这样，马上就。本节目由运动 APP Keep 赞助播出 ，Keep 直播课燃脂更快乐。本节目由超长续航保用6年的绿源液冷电动车赞助播出。欢迎各位来到同一屋檐下第2集，看一帮年轻人被关在一个屋子里105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集发生了什么。在上一集中，6个年轻人第一天入住公寓，集体采买的过程中，一个叫卡里的朋友展现了忽高忽低的领导力，受到了应该是女生们的集体吐槽啊，也不止，也有男生也吐槽，这屋里的人也没放过他，所有人都吐槽他了。好像天琪不是太服卡里的领导。先别开这会了，没必要。不是，我们得把这事儿给规定好，因为这个钱后面是我们大家的钱，没必要。我们大家得一起把这个事儿规划好。那去买的时候说好不就好了吗？娜娜被安排了洗碗，但是没来得及洗。白天呢，卡门想帮她洗，又被卡里阻止。要洗吗？不要洗啊，给他们洗干嘛？晚上天琪和娜娜一起回来之后，双方因为洗碗发生了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冲突。你记得今天要把碗洗了？你在这宁愿坐着，你没想去帮他洗一下吗？我为什么帮他洗呢？我们住进来了之后，大家都没事情，只有你们有事情。那你有没有点绅士风度啊？你起码知道让着点女孩子吧？你不会吗？哎呀，没事儿，就洗个碗嘛，本来就应该我弄的。对呀，应该的呀。感情方面，天琪和娜娜初步锁定了暧昧关系，一起洗碗的画面充斥着浪漫的感觉。这不算初步了吧？这已经99.9%。对，应该就是爱情的关系了。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集有什么发展。本节目由运动 APP Keep 赞助播出 ，Keep 直播课燃脂更快乐。看不见的尺子。呀，你自己在啊？怎么样？刚过来，住的还挺舒服的。你呢？我就是住过来，生活上不太习惯吧。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只狗狗，OK，刚刚来也没有带，我知道它也不太习惯，我也养了一只狗。你也养了一只狗？然后现在状态就是我是搬过来了，但是把它送到宠物店这样。对，就有共同话题了。就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跟我家狗狗分开，其实。我也是，因为我跟我狗狗从来，因为它现在4岁了嘛，我俩从来没分开过超过1天。你养的是什么狗狗？我养了柴犬，叫什么名字？2郎。你的呢？我的是叫冰棍。哦，冰棍。是一只土狗串，给你找照片。好。就长这样，就是他刚送去宠物店，好可怜。他蛮瘦的吗？就可能20斤吧。我们家30多斤。OK。我们家很胖。我给你看一下，就是我开的所有的公司做的所有的项目的 logo 都是以它作为 logo， 就是我最近画的。啊，好可爱。对，很憨而且很胖。他胖到就是坐起来了，坐着的时候都是驼背，就很胖很胖。是有点憨。那你想他吗？你说呢？很想，因为我出差我都会带着他跟我一起飞，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就是我很怕他如果住宠物店住太久的话，他可能也情绪会有点问题什么的。那你想带过来吗？我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也是在想，最近我们家狗都绝食了。绝食了？这就是它的情绪和食欲都不太好。感觉可以跟室友，就是跟他们商量一下。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可以先给他们看一下我们狗狗啊，然后问问他们喜不喜欢狗，对吧？
你去参加那个节目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嘛，然后3个女孩，3个男孩。那你对他们感觉怎么样？你说男孩还是女孩啊？女孩呀，肯定女孩呀。男孩我问他干嘛？女孩。现在接触比较少吧，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可爱的。那你还是挺腼腆哦。也不是腼腆，就是比较慢热吧，可能。就感觉有一个蛮可爱的。对，有一个感觉，初步感觉吧。他说的应该是娜娜吧？可爱应该是。我没觉得你慢热啊，你这么快就约人家了。这个月的考勤出来了，你看到没有？看了，扣小1000，有点夸张。你扣多少？扣了我500多块钱。我想想，本来底薪就不高，完了这样迟到1分钟，你说早上上班谁没个急事呀？就是，我感觉这样，到时候工资卡成了负数了，那别给我发工资了，我给他送钱得了。哎，回来了。Hello。你怎么才回来？刚下班吗？刚下班啊，对啊。你咋了？就今儿那什么，他考勤那统计出来了，然后你1分钟扣10块钱，你知道吗？迟到1分钟，迟到1分钟扣10块，然后扣了小1000块钱。天哪，这有点，我觉得有点过分啊。就特离谱，我感觉真的。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感觉他在做所有的努力，你知道吗？然后从你身上剥削每一分钱，就感觉，咋说呢？虽然迟到不是特别好，但是就是觉得有点夸张了。你们公司没事儿，不就钱吗？小钱。那又不是说挣多少还小钱，真的是。别不开心啦，没事儿，就咱们以后就不知道嘛，对不对？哼，那怎么可能呢？真的样吗？我也不想了。来了，要给他上课了。重来。这个工资扣了小1000，迟到1分钟10块钱。说不定你可能这段时间迟到也挺多的。可能是多，但是他按分钟算，你稍微有一天你迟到稍微多一点，最后就很多。不过这个其实，在正规企业来说啊，这也是挺正常的。不是，哎，我知道迟到扣钱很正常，算绩效嘛，对吧？但是我第一次听说按分钟扣钱的，这是没有上限的。是这样的，其实一般
对于一个正规企业来说，考勤机制是它管理机制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吗？对，他如果说是，比如说他连他的员工的一个就是上下班的一个时间都管理不好的话，他很难去把整个团队管好的。但是你不觉得这方式不太好吗？不太对，你不觉得吗？怎么说呢？其实他可能对你一个人这样，对大家都应该是这样的。有可能确实是你最近吃到太多了。你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不合理的事儿，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就合理了。至少从我的出发点来说，我是能够理解的，啊，我也能理解，就是说这段时间你刚刚搬过来嘛，可能现在住的比较远，过去的话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可以从从自身调整一下。哦，你意思就是，这就是。他有点生气了，好像。他是生气了。我现在生大气呢。不是，我觉得他说的对啊。他说的每一句都对啊。这个天琪很会怪人家，他从来不检讨自己。他都问出那种说就都是我的错呗，都问出这种话了。当然是你的错。你迟到你还有理了。对。你不能改变制度，你就改变自己啊！不迟到不就没事？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我也是。你都不联系我最近。你是在这儿干嘛？工作吗？对啊，来面那个飞艇。你男朋友呢？平常不都是陪你来的吗？工作的时候。算了，没事儿。今天可能就不太方便嘛。他每一次之前不都是陪你来着？没有，就是不在嘛。有工作？没有。咋了？哎，我们俩分手了。为啥？他出轨了，就是很简单。你不提的话我都忘记了，没事儿。你别老在这假装坚强。没有。还是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这是我最担心你的一点，你知道吧？对，我一会儿要去别的地方。电话联系。拜拜，电话联系。跟着音乐走一下哦。头抬起来，头抬起来，又不记得了，头抬起来哦，手不要动，手不要摆，要说多少遍了？不要摆，手不要摆，要不要换人啊？走。这段好沉重啊！这段有点沉重啊，怎么第2集一上来是这么个基调呢？我是看那段，我就觉得那个谁挺好的，就那个咖喱，他挺好的，对他其实是挺关心的。他吸引了杨笠，但是杨笠被打动不是那一段。他在健身，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人生的写照，就是非常累，吃力不讨好。对，他就是觉得这个人不开心是因为不知道那些知识，你知道吗？实际上他是接受不了那个事实，他就觉得不应该扣他的钱。
可我觉得工作那个事情没有所谓的不合理啊，是他的问题。我也觉得没有不合理。时间观念这个事情很重要。对，因为你可以辞职啊。你也可以入职的时候，你不接受这个，你就不要，这个是你情我愿的。你既然选择来这个工作，为什么你现在说它不合理呢？嗯，我觉得他得有一天他自己有员工的时候，他才会懂。对，我觉得他不会有员工的。对，没办法有员工啦，他从来也不检讨他自己。对，就那个天琪，他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照我的这个意思去转。我觉得他就是那个特别感性的人。那个咖喱就是那个特别理性的人，所以他关心别人的时候呢，也特别的让人觉得讨厌，有压迫感。他要换一种方法呢，就能接受了，但他不会，他就是用这种方法，讲道理的方式，讲道理的方式，所以就他们两个就有这个不协调的东西。那你比如说像天琪这样，怎么劝他呢？他能听进去呢？你看娜娜怎么劝呢？娜娜很危险，她要是真的跟天琪谈恋爱会很难受。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觉得往往这样会谈恋爱。这个恋爱有些时候就跟一个陷阱似的，这个叫顺撇。对，顺撇。我觉得这个娜娜就也是个糊涂人，她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他们俩才能做出来上一集他们不管做饭的事儿，然后在那吃饭什么就，所以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儿。那个咖喱就是他绝不会迟到，他也不会让你扣我的钱，他有原则，但是呢他就硬邦邦的，他就没有那个湿润的那种生活，他就没高兴的时候。对，他虽然不出错，但他不会高兴。是，他们一直在犯错，但他们一直高兴。哎呀，太难了！这道人生的选择题怎么选？太难了。他们聊狗的时候也挺高兴的。聊狗的时候是我觉得唯一那个男孩有人性。那年他还笑了，他还谈起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就柔软，那个就没有那么硬邦邦了，而且不尴尬。我就会觉得我能接受这个人。但我受不了一个男的管狗叫狗狗。好严格。你是不是喜欢霸道总裁？你不喜欢小可爱？总裁就可以不用霸了。总裁也可以叫狗狗。哦，我们刚刚还看了一个很悲伤的那个御姐。哦，那个妈导是失恋了。失恋了他。这个我请教一下可妮，是不是这种外形很飒、很高级脸？哎，很酷，对这种女孩怎么反而容易被伤害，还是怎么？我怎么老看到这种桥段？你为啥不请教我？对，你为啥不问他？这才知道的痛。因为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这样人。就其实现在大家都会说什么外貌协会，大家喜欢以貌取人。的确，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说，我不认识你的话，我会觉得你很可怕。就我站在那儿，我不讲话，他们会说。以后我感觉你看不起我，就这样说，但其实我没有啊。没有吗？我以为你看不起我。我没有。我很温暖一个，而且我很爱哭，但是你会哭着看不起人？不会，挺柔弱的。但是你越是外表那个样子，你被伤害的时候，你其实越难过。而且我不知道那个女孩跟我是不一样，我不太喜欢在很多人的面前去展示这一面。他很惨，他正那个情绪还要在那不停的有人拍啊，还会走，还要拍，还要被指挥。因为前段时间我也走了一次那个时装周，然后呢，模特真的很难，特别是走 T 台那种模特非常难。就是真的很严格。当你秀场上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专业的人，然后就会有人拿着麦克风一直点你的名字，就说你不对，你的手为什么要摆，你为什么要这样？别人可能不一定认识我，当老师拿着麦克风喊你的名字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无地自容了。我不希望我的不好被这么多人听见，更何况还有相机在拍呢。我觉得他那一刻应该真的挺崩溃的。哎，你今儿干嘛去了？准备时装周嘛，准备11号的秀。今天遇到个朋友，聊得不太好。你怎么了？方便分享吗？不想分享。不想分享，那下次再说吧。下次再说吧。好。哦。谁回来了？哦，把狗接来了，真接来了。Hello。你给二郎带来了？对。你们俩，你不说一声把狗带回来了？
我到那边坐吧，不然他们两个第一次接触可能会打架。你把它放这儿，我害怕呀。我把它拿着，可以吧？你怎么没跟大家商量一下啊？你俩怎么带狗回来都不是这样的，那个，你坐那边吧，要不？因为我让他们两个先离得远一点，啊，因为这样的，他的是寄养在那个宠物店，然后呢，我的狗狗是我的员工在帮我带，但是这2天我们沟通下来，就是他们两个的这种精神状态都不太好，啊，而且我们家这个就绝食了，属于就是。不是，那你也得问一下人，万一你没想过有人怕狗。所以其实我们商量好，就是说回来之后呢，我们先一起沟通一下，也让你们见一见，也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那你对啊，你这带之前回来给我征求一下意见不行吗？带回来了，然后你这是硬逼着我接受呀。因为我没有跟狗狗生活在一起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对它们是不是过敏。而且狗跟猫其实它们生活的话都是会有气味的，这个东西你也不问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啊？就是我带过来主要是这样想的，我基本上会把它放在楼下。不管你怎么想，你把它先带过来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在我看来，因为我觉得你不尊重我，你们俩不尊重我。因为我们不过你毕竟现在住在一起啊，不管是1楼、2楼，这2楼我跟他们一起住，1楼我们一起用的空间，是不是有点过分？你问过阿斌，你给养房子里阿斌也过敏啊？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带回来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能够见一下他，然后跟你们一起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你们的建议。早该整走了，现在有点晚了吧？你觉得呢？我先听你们说一下先。那如果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情况下，他们两个自由散养的话，我整个楼上也去不了，楼下也来不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可以带他通勤，就是我人在狗在，这样搞得像我难为你们俩一样。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搞得我立场很尴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只是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来商量这个事情，但是我并不觉得你可以这样来咄咄逼人吧。我觉得我是错在先啊。好，我错在先，但是你现在能不能冷静平静一下？大家都住在一起。我很平静啊。你对我倒没有关系，因为我是男生，他们跟你是室友，你会跟他朝夕相处，你这样太咄咄逼人，我觉得不太好。他又给他上了一个。我先道个歉，就是先把狗带进来，没有先好好说，我自己先道个歉。因为今年不是疫情嘛，然后我回老家的时候也是把它寄在宠物店，其实也很不舍得，然后寄了3周回来，它性情都很敏感，所以就想先把它接回来，然后想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这样子。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带回去什么的，但就是想先商量一下。是这样，他们的意思我了解了，但是我要就你刚刚跟我说的话，提出我的想法。你可以提，没关系。我知道我可以提。第一呢，我不是咄咄逼人。生气的点是在于你们俩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狗带回来了，并且也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对吧？第二呢，我没跟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也是有室友的，他也是想养狗，但是我没有答应，那个人还是我很好的朋友，就是我很好的朋友，我都会因为狗跟他翻脸。那你们俩做这个事情之后，我这样的态度，你会觉得我是咄咄逼人，这件事情让我很不开心。我为什么会觉得你咄咄逼人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里边的主人，我们可以自己主观的去决定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你到底对狗害不害怕，或者说过不过敏，或者说讨不讨厌。不是啊，对吧？既然大家都是主人，那你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别的主人的意见？我们现在就是带回来再征求你们的意见，哪怕我们没有提前告诉你们，是因为我刚才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里边的主人，我们可以主观的去做我们任何行动上的决定。你这样说的话，无话可说，真的。不用讨论。
哎呀，小狗狗，小狗太可怜了。但是他不是之前还说先跟大家商量一下吗？他想错了，说的跟做的。带回来先看一下，大家好可爱啊！对对对，他心里面想，他可能觉得这一招很好。是，而且他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像洗碗那么严重。这跟洗碗是一样的事儿，他居然说人咄咄逼人。狗比碗可爱多了。他现在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有人特别喜欢狗上。但是有这种就是特别讨厌狗的，真的是没有办法相处啊，对吧？他害怕呀，因为对啊，他害怕，那他怎么住啊？他住不了啊，他只能提前走了。我们怎么办呀？刚才这样子，我觉得确实是我们有疏忽了一些，本来是要先通知他们的，而且刚才可能大家情绪有点上头，主要。你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第一天去买菜的时候，我应该是在车上说过我有养一只柴犬的。好像是，对，因为那个时候小金他也没有说过他怕狗，所以我也没往这上面去想。他没有及时表达，可能是因为真的是第一天，大家才刚认识嘛。我就先站在我们的立场，先讲一下我的想法啊。第一呢，其实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如果有一天没有尽够照顾他们，陪伴他们的这个义务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很内疚，对吧？所以，其实这个点才是当时我为什么很生气的点。因为我觉得小金可能是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些抵触，那出于护犊子的这个角度出发，所以把我内心那个点给点爆了。这个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点情绪上头，但是站在小金的立场，他可能也是把我们当成室友了，所以我们这样做会让他觉得他很在乎的事情，好像我们就很擅自没有去为他想。对，其实他说的这一点，我内心是可以认可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道个歉，就是以后都要先为室友着想，经过别人的同意，这样让他感受到我们是有这个态度，这样子呢。你觉得嘞？OK。你就道个歉就好了，这么难？这女生说话就好好听，对，她说话好软，她很温柔哈，对，很温柔。她是很讲道理，她知道怎么沟通还。请进。Hello。坐。对不起，应该先找你聊的。是应该先找我聊这个事情。你现在还情绪怎么样啊？没有啊，我没有是说有情绪上的问题，我就是觉得对事不对人而已。OK。因为可能当时你们讨论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有去劝住你们。然后，但是其实，我也先解释一下我今天的行为嘛，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也想先把冰棍带进来，这个真的是没有先真的大家同意先把他带过来。那同时也是因为他今天刚好住的是最后一天宠物店，所以就想说着先带过来看一下这样子。然后可能刘可令他其实他心态上可能也是因为他养了4年的狗狗嘛。我们俩就讲我们俩的事情就好了，就不要牵扯到第3个人，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他是他，你是你。好。我其实
只要你们能安置好你们的狗狗，然后怎么样的，我不是说有多排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我争议的点就是因为你们不是很在乎我们的感受，然后觉得有点不太尊重我们了，因为我毕竟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之前也是一直2点一线的生活，所以我可能也不太会接受就是超出我理解范围之外的事情，所以才有一些这么大的应激反应吧。因为小时候被狗追过，某种程度上来说蛮怕狗的。对，但是我跟我商量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俩关系也蛮好的嘛，我也很喜欢你这个人的性格。但是我还是希望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大家能商量着来。会的，行。所以我的生气的点是在这儿，但我不是对你生气。好的。那你不生气，我心里会安心点。我今天回来，我还给你带来一个跟我一样的卡子，然后买了2个来着。我想说这个蛮适合你，因为你短头发嘛，很适合戴这种东西。好可爱，谢谢。结果今天这个事情冲击到我，就也没有空讲这个事情。谢谢。没事。好可爱。以后就我们大家提前说好，就不要有这种冲突，会比较好一点。是的。那我觉得这次可能就是大家知道大家的那个线的点在哪里。对，以后我觉得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反正可能刚因为我今天累了一整天了，情绪也有点不太好，所以晚上回来我可能把工作的情绪带到家里了。听你说过那个 fitting，就是时装周饮食要控制，就也吃不了多少东西，所以可能整个人就很敏感，主要是状态很不好，很疲惫。天哪，你自己也挺严格的要求。我严格的时候很严格，但是不严格的时候也挺放纵的。是啊，人生总要有点观察一下，人生总要有点快乐。我也是。你怎么上来了？你们聊得怎么样？你是上来要跟我聊今天的事情吗？对啊，我们本来也沟通过，说想跟你聊一聊吧。可是我今天不太想跟你聊。我觉得我很累，我不想跟你再沟通这个事情了。就像你不跟我沟通就把狗带来一样。那我可不可以就说2句话我就下去了呢？2句我也不想听，我们俩可以改天再聊这个事儿，明天再聊吧。是这样的。我说了我不想聊。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把它解决掉，为什么呢？因为狗狗毕竟已经带过来了。你们自己处理，因为是你们的狗，跟你们没有跟我商量一样。我要有我的状态，我今天已经分散太多注意力了，我一会儿还有工作要处理，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把事情，就是我们对方互相都冷静一下，明天再讲。我就说2句啊。算了吧，你们俩都去休息吧。我也觉得。我觉得我跟你都需要去冷静一下。好吗？那我们要不先让阿金好好待一下，休息一下。他今天工作很累了。晚安。OK。好，走吧。那你好好休息。一会儿饿了还记得吃点东西。好。我现在有点不明白他们6个为什么还要合租，看的都挺上头，大家。我个人很喜欢这一集，其实非常简单的这个带狗这个进来的这个事儿吧，其实它牵扯的这个东西特别多，就是对人的尊重、人生观，对人的尊重，其实都是特别严肃的命题。就包括你看后来那个男孩进来，他说我就说2句，那个人说我不想跟你聊，那个就里边他牵扯好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成长、我们如何尊重别人、我们如何倾听别人，让别人理解我们的意思。很多时候好多东西，我觉得这一集里都表现出来，都表现出来了。我一开始看到，我不知道我应该站在哪边了，我觉得都，我都想啊，但是就觉得我觉得就特别好，就这个点就抓的。从导演思维看，是完美的一集。这一集非常好，这一集非常好。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有些时候真的就像他们一样，我们带一东西，就跟那狗是来了，说你接受吧。
他带这个意思就是来用这个东西来说，你看我都带来了，那你不行，你必须先得说呀，你必须先得征求啊。狗是无辜的，我觉得狗真的是无辜，他就是带了一个无辜的东西。对，我觉得，而且那个女孩，我觉得真是一个叫无辜的罪人。就她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她无辜，她就整天就好像就没有错什么。他其实这个事儿会发展到这么严肃，还是因为那个咖喱的态度。如果他说不喜欢，你马上就说啊，那我马上就带走，或者是就住今晚，你就对吧？就他要讲道理，他偏要说我没错。其实，对不起3个字是最简单的，但是他就说不出口。就从这一点上，他就跟上一集的那个天气是一样的。他就是不会懂得，比如说就是表达自己，就说我这个事儿我确实做的不对。他就不让这一步，他就坚定自己的立场，疯狂跟你输出，就一定要就强人所难。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我反而觉得他其实知道自己是不对的，他也没有去隐藏这个自己不对，他只是被那个女生的反应弄得他自己有情绪了，所以他不愿意说对不起。所以我们生活里也会这么上头吗？会，就遇见一件事儿，明明可能有点理亏了，但后来也觉得着吧，使劲着吧，使劲解释。我觉得后来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把我的子女，我们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他觉得他对我孩子不尊重了，他把他上升了嘛，他把他从一条狗上升到我的孩子了，你居然对我的孩子这样，那他就接受不了，就情绪化嘛。到别人时候讲原则，到自己的时候就谈感受了。但你不觉得就是说那个可乐他有一点点双标吗？他在洗碗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坚持以第一人称疯狂说你就是得洗碗，我都说好了你就是得洗碗。但在自己带狗错了这件事情，他都说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的性格，他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是这样的。对，就是当我觉得我是对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接受我是对的这件事情。他不是双标，他是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自己的标准，就是他觉得什么事儿重要，什么事儿不重要，别人也得这么觉得。其实咖喱我们还得再观察，他不一定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可爱，他又不可爱，不可爱，改变主义，怎么变得这么快 ？No， 说变就变啊！识物者为俊杰。而且主要一开始带狗进来之后，我觉得玉洁很可怜。如果他真的很怕狗的话，玉洁也太惨了。对啊，然后他左边右边的夹击了。首先我要先说一下这个王天琪这个朋友啊，在王天琪不怀好意的拱火之下，金玉洁老师已经表现得足够体面稳重了。王天琪一直在那啊。这大概就这个劲儿，玉洁还是说的很体面，说那我不说了就回去了，也没发脾气，也没怎么样。你想他经历了一天什么呀？我的天！一个正常人经历一天这玩意儿，回来还得被2条狗2个人包围在中间。但其他人其实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因为他没说。他们不知道。他说我不想说。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咖喱突然从一个这么理性的人变成这么被情绪带动？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稍微有点好感的女生被另外一个女生攻击了，想展示出自己的男子气概，是不是？对，哎呀，太懂男的了。是这样的，喝酒呢，我跟大勋吵起来是不会有事的。对，旁边有个女的。如果你在我旁边，你说，哎，大勋，你对李诞别这样，马上就，哎呀，你真太敏锐了。就在他面前更不能输，而且就更不能道歉了，道歉太怂了，对吧？对，原来是这个原因。对，应该是这个原因，不然他不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就是不道歉。你看他还不让他说，我就要说他，就是在喜欢的女生面前太没面子。不在自己在乎的人面前，在自己在乎的狗面前都没有面子，他就一定要把你捞回来。哎，对，他不在乎的只有室友，其他人全在乎。哎，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对，这也对。就是当他在乎这些人的时候，别人就不重要了。就是人的这个立场一下就发生180度的这个转变，就跟他当时说洗碗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说的那一句，当天在车上他也没有说他怕狗，这句话纯粹是说给卡卡听，让卡卡不要对他自己有意见。他在外人面前根本不会说这个事情，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错，他只是希望卡卡不要对他有意见。对，就这个面子不能掉地。哎，你们都是，你是合租，你是住过宿舍吧？我之前就是合租，我最近就是过得好了一点才搬了一家。我之前一直也是合租。有吵过这种架吗？经常。
经常。我跟你讲，越是陌生的人越适合合租。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彼此之间不熟，我们不存在任何的利益冲突，我们每天晚上到了家我们就睡觉，我们也不聊点别的，谁也不打扰谁。虽然没有合租过，但我旅过游啊，对吧？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旅游，你出去上哪儿玩之前，你有什么安排？你不可能去之前你跟人说现在我们出发了，我们去哪儿去？不是，接受不了，那是惊吓。对，你还得你第二天去哪儿？你比如说玩什么，跟人说好了才能一块儿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集体生活里最基本的一件事儿。对，对。我们再看看他们最后第二天架吵得怎么样了，我们看一下。吃瓜了，吃瓜了。给我看有点激动。请进。Hello。哎，你怎么过来了？哦，训练结束了，上来看一下。哦，好吧。因为我刚一进来就去房间了，然后天琪跟我说你们刚刚商量了一下，反正就是你们刚刚没办法沟通。那人齐了之后再沟通。有些人只说他自己想说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所以这也是我生气的一个点之一。我能理解你。那就今晚你就先休息吧。你也早点休息。啊，明天把这事情解决了，好吧？晚安，拜拜。晚安。二郎，二郎，你是不是不高兴啊？那个姐姐不喜欢你，我们喜欢你啊，好不好？啊？问你，今天我们就在花园睡一下啊。明天我去给你争取进来啊，我去努力努力，好不好？然后我们进来睡，行不行？行不行吧？啊？没事啊，没事。你那么乖，对不对？他们都喜欢你的，好不好？啊，来，上来抱一下，乖，他是看到主人不开心了，他想离开，他不想挨着他，他烦他的主人。他说你给我惹太多麻烦了，你给我惹了太多麻烦了，讨厌。你能不能好好跟人说话？我要是会说话，都比你说的好。你都不用说话，你就跟姐姐汪汪两声就结束了。你说不就结束了吗？说什么说？我还帮姐姐克服了一个心理障碍。但是最后这一段发现冰神好像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调和剂啊。对，我觉得他就很理性。我觉得这个伟大的理性有些时候能把这个人聚集起来。但我不知道，因为咱们不了解这个冰神，这个人实在太神秘了。这个人只出现过加起来1分钟。对，最神秘的嘉宾。但是我感觉他同时能够跟这个女孩，也能跟那个男孩沟通。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有可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关键是这种看起来情商高的人，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话不多。我能理解你，结束了，全好了。倾听。对，就是这里边那个女孩是不是说的？对，就是说，她说他们根本不听你的。对，她有些时候就是你只要摆出这个姿态，说我愿意听你的，我听到了就满意了，那个理解你。对，就是尊重他的感受和情绪。对，你看他也说了嘛，他说我对狗其实没有那么，我只是觉得他们不尊重我。是的。其实，在生活中呢，很简单，就说一个我理解你，我对不起你。好像好多事就结束了。很多人说不出口。他就是要一个理嘛，他就是为什么你就不承认你这个事儿办错了？这个世界没有过道理，从来就没有过道理。但我挺喜欢这个御姐的，因为我觉得其他的2个女生都很回避冲突。这个御姐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正当防卫，有理有利有节，非常不错。我目前还没有发现她的纰漏，每句话她在气头上也没说什么错的话，很好。那你觉得狗能留下来吗？我觉得不能。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其实玉姐后来她情绪平复了以后，她其实她是会为人着想的人。如果她知道另外2个狗的主人是有狗又绝食了，精神状态不对，然后如果接下来几个月都见不到他们，她肯定会去想这些东西，然后衡量自己能不能接受。我觉得有可能可以。我觉得可能会尝试吧。我也猜会留下来，我猜会在冰神的斡旋下，他们想出一个合理的策略，比如说可能还会有很温馨的画面哦，他们可能还要搭狗窝哦，搭狗窝的，哎呀，把你看的气得不行。说不定会把狗狗放在外面养，这个就有可能，哎，但是我觉得就这一集狗一出现哈，我觉得就它让我们好多人的这个心都动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狗应该在。从导演有道理，而且人物也要成长和改变，对吧？哎，这个狗是比冰神更好的调和剂。我觉得后面卡里这个人的成长，跟他怎么处理这个狗和朋友们的关系很重要。同一屋檐下，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拜拜。